大家好，这里是风尚评测，我是阿路。那一直以来啊，散热风扇似乎是和游戏手机强绑定的存在，我们也没有想到啊，OPPO 竟然给 K 系列安排上了首创的散热硬科技疾风散热引擎，是同价位段中唯一主动散热的产品。那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台配备主动散热风扇的 K13 Turbo Pro 还有什么过人之处吧。先来品一品它的外观 ，K13 Turbo Pro 这次采用了机甲风满满的竞速机能设计。我们手上的这台爵士银配色啊，看上去呢会更加的有金属质感一些。那当然，这个是视觉效果而已。它的机身后盖实际上是高强度玻纤，抗跌耐摔能力的都还是挺不错的。同样是视觉效果的，还有这些钉子和侧翼。玻璃后盖实际摸着是平整顺滑的，不过这个蓝影呼吸灯可就是货真价实啦。它有8种光效可以选择，在风扇启动时呢，就会同步开启，增强战斗力。风扇我们等一下再详细聊聊，先回到正面看一下这块 1.5K 分辨率、120赫兹的护眼电竞直屏。我们实测全屏手动亮度为650尼特，激发亮度能够达到970尼特，并且支持杜比世界和 HDR10格式的视频。那整机来看呢，尽管是塞进了风扇、RGB 灯和7000毫安时的大电池，K13 Turbo Pro 依然是把重量控制在了208克和8.31毫米的厚度。7000毫安时的续航到底表现有多持久呢？我们实测了王者、和平精英、刷微博、B 站 1080P 视频播放的每个项目都是1个小时 ，K13 Turbo Pro 依然剩余52%的电量，重度游玩4个小时才用了一半的电量啊！大电池容量真的是力大专飞啊！那相比亮眼的续航成绩 ，K13 Turbo Pro 的80瓦快充表现就中规中矩了。实测30分钟充入58%，63分钟充满100%的手机电量。在手机充电的时候呢，风扇也会开启来同步辅助机身散热。那 OK， 既然聊到了风扇，我们接下来就来详细聊聊 K13 Turbo Pro 这一套疾风散热引擎。手机性能释放和散热表现它是息息相关的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家都在想方设法去增加机身的被动散热能力。就好像 K13 Turbo Pro 其实也配备了7000平方毫米的大面积 VC 散热，以及10瓦特每米开尔文的石墨凝胶。但是手机内部的空间它就这么大，被动散热已经接近极限了。那这个时候就需要风扇这种主动散热方式去打破这个散热瓶颈。既然说机身内部空间有限，那要塞进一个风扇岂不是更拥挤了啊？没错，所以 K13 Turbo Pro 的风扇必须做到体积小，还得风量大，而且还能防水。那这个风扇模组到底有多小呢？我们直接把它从手机里给它拆了出来。开个玩笑其实这个小风扇呢，我们是单独拿到的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小。就为了让这个小风扇它能有大风量 ，K13 Turbo Pro 它做了3点优化。首先呢是这个 L 型风道，风从机身背部这里垂直的进去，再从侧边这里喷气出风，这样能够缩短风道，降低风阻。接着它采用了弧形涡舌设计，能够使风的流速更加均匀。最后它配备了每分钟18000转的微型离心风扇系统和13片的0.1毫米的超薄扇叶，你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风量到底有多大。除此之外 ，OPPO 还首创了潜水泵设计，用包封胶和 UV 胶进行了防水密封，让 K13 Turbo 获得了 IPX9、IPX8 以及 IPX6 的满级防水体验。那既然有风扇、VC 和石墨凝胶共同参与散热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搭载骁龙8 S Gen 4的 K13 Turbo Pro 的一个持续性能释放表现到底怎么样。我们先来一点开胃小菜1小时的王者荣耀室温25度，200尼特屏幕亮度，极高帧率加极致画质的测试条件下 ，K13 Turbo Pro 毫无悬念的跑出了平均120.4帧的成绩平均功耗仅为3.96瓦，共耗费17%的电量。这1小时的排位对局里，将近一半的时间都在打团战，而 K13 Turbo Pro 在结束测试时，机身的温度仅为背面34度，正面32.9度。那怪不得我们测试的时候怎么摸都感觉机身是凉凉的。疾风散热引擎搭配骁龙8 S Gen 4，我都怕这手机冻感冒了。那我们来上一点强度，1个小时的和平精英。那同样的测试条件，在开启流畅画质加120帧之后 ，K13 Turbo Pro 跑出了平均119帧，这个接近满帧的表现。平均功耗来到了5.19瓦，共耗费19%的电量。结束测试时，机身的温度为背面37度，正面36.7度，而且整体的一个热量分布也很均匀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手机要适配和平精英120帧模式，需要达
达到1小时平均帧率大于118，机身低于43度的条件，而这也和我们的测试结果完全符合。可以说 K13 Turbo Pro 搭载的疾风散热引擎对于控制手机机身温度，从而去带来更好的性能持续稳定释放的这一点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啊。那 OK， 看完游戏实测，我们再来看看 K13 Turbo Pro 的优化游戏体验的一些小细节。在打开游戏的时候呢 ，K13 Turbo Pro 默认是支持游戏进行启动的，能够有效降低社死的风险。尽管 K13 Turbo Pro 的续航已经很强了，那我们依旧是可以开启旁路充电模式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电源就会直接向机身供电，来维持更好的续航。那进入游戏之后呢，我们还可以打开游戏相机功能。那通过这个半透明的悬浮窗口，我们不用提前按录屏，也可以随时获得最多30秒的一键回录，或者是生成3秒的 Live Photo 格式的游戏动态截图，用来展现稀有的皮肤啊，或者是拿人头的骚操作啊，都是挺好用的。那好了，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啊，在维持了满级防水体验和抗跌耐摔能力的前提之下，K13 Turbo Pro 把这次的技能点啊是点在了像游戏散热和续航上面。疾风散热引擎配合骁龙8 Gen 4带来了长时间的满血性能释放，而70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在重度续航测试下的一个表现也是足够亮眼的。你们会喜欢这样的一个有风扇、大电池的一个性能小钢炮吗？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啊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